欢迎大家来到爱生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用做学术的认真镜头做一回听床师，聊一聊红色贵族的转型。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群体的命运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似乎越来越少看到有人在政治高层崭露头角，反而在商界，在那些离岸的金融中心，在北美名校里面，我们更容易捕捉到他们的身影。这个趋势背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被迫弃政从商？这种转变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信号跟权力密码？他们的庞大财富网络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北美对于他们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视频呢，会对中共第5代领导层精英后代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这个不仅仅是关乎这个特殊群体的故事，更是关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权力逻辑、财富流向，乃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要理解今天这些红3代、红4代的境遇，我们先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去，看看他们的前辈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路。最早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那批元勋，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红1代的后代，他们的成长环境其实是相对优越，从小就在特定的学校跟比如说军队大院里面一起长大，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圈子。虽然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很多人被迫要上山下乡，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段共同的苦难经历，可能反而强化了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这些8大元老掌权以后，他们的子女像比如说邓朴方、邓南，很多还是沿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党政军的系统，继承政治遗产，这是一个最经典的继承者的模式。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的后期，特别是江泽民、胡锦涛执政的那20-30年，情况开始变得非常不一样了。中国经济起飞，市场化浪潮汹涌。这个时候呢，精英后代的路径开始分化，一部分人继续在政坛努力的攀登，比如我们熟悉的习近平、薄熙来，他们都属于这一个代际群体。他们的崛起本身就说明太子党在政坛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另外一条路也越来越吸引人，那就是下海经商，利用父辈的权力跟人脉，在金融、房地产、能源这些领域，或者是执掌大型国企，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比如说像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玲，他们长期在电力跟交通系统分别担任要职。而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拿着美国名校的 MBA， 创办了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新天域资本。陈云的儿子陈元长期掌管国家开发银行，周建南的儿子周小川更是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央行的行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红色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模式开始显现。同时呢，去到海外，特别是去美国读名校，成了精英后代履历表上的标准配置。如果我们梳理这一条代际的轨迹，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从早期主要继承政治权力，到后来开始政治、商业、国企、军事多条路径多元发展，利用家庭背景在市场经济里面赚钱越来越普遍，财富当然也是越来越多。那海外背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底下呢，变得也越来越重要。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集体精英再生产的模式是呈现出来，就是国家呢早期会通过集中优势资源，给这些他们红色贵族，给这些后代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的环境，帮他们铺路，这样一种国家级别的资源扶持下的培养，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群体，在起跑线上就拥有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后来市场经济来了，然后这些早期累积的优势自然的就会转换成了在商界呼风唤雨的能力。所以你看，他们后来转向商界，并不是完全背离传统，更像是在新的环境底下，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延续家族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最高领导人也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比如说江泽民就曾经刻意提拔太子党来巩固他的权力，这个时候太子党的政治地位就会凸显。但有时候如果一个强势领导人想要集中个人权力的时候，这些自带光环跟资源的这个太子党的家族反倒可能成为被提防甚至被打压的对象。
而这恰恰为我们理解接下来要讲的习近平时代埋下了伏笔。时间来到2012年，中共18大，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本人就是一个红二代。那一届的政治局常委7个人里面，除了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甚至张德江都被广泛认为是太子党，可以说那个是太子党在权力巅峰的一次集体的亮相。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可能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预料。习近平上任之后，迅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由王岐山这位太子党女婿初期主导，他打掉了周永康、薄熙来这种重量级的人物，也触及了无数各级官员。这场运动极大地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也给那些背景深厚、可能会涉及到权力寻租或者派系关联的精英家族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薄熙来的陨落更是给太子党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过去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那与此同时呢，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成立各种领导小组，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并且大力提拔自己的旧部和亲信，也就是所谓的习家军。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权力的格局，也改变了精英后代，尤其是太子党群体的政治生态。所以我们看到18大的时候，太子党在高层那算是盛况空前，但是到了20大，中央委员会里面的太子党人数锐减到只有大约10个人，而政治局常委里面除了习近平自己，已经找不到其他太子党的身影了。所以有评论说，习近平是有效的将他同辈的那些红二代排除在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之外。那习近平本身自己就是红二代出身嘛，所以他的崛起离不开这个身份给他带来的资源。那他掌权之后呢，为了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又系统性的削弱了所有其他可能会挑战他、所有其他可能拥有独立山头的太子党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个人就是来自于这个群体，所以他似乎非常清楚这个群体的能量，也用他自己圈内人的优势，用圈内人的方式非常有效的清理了门户。所以呢，在这样一种政治高压底下，那些对于非习家军核心圈的这个精英后代来说，从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严格的审视、更高的政治风险、更狭窄的上升通道。而相比之下，商界呢，虽然也不是绝对的避风港嘛，比如说我们看到马云跟他的蚂蚁金服的遭遇，据说也是动了一些红色家族的利益。我相信商界至少提供了一条远离政治权力斗争风暴眼的路径，而且商业活动，特别是跨国的商业，也为这些红色贵族家族财富的积累、转移跟隐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很多第5代领导人的后代，他们似乎正在有意识的这个远离政治中心，将目光投向了商界，尤其是那些国际化的商业跟金融领域。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第5代领导人的后代们具体在干啥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点，就是海外名校的背景，尤其是北美的顶尖学府。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学士，但她为人极其低调，在哈佛的时候用化名，几乎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露面。前2天还看到有人说一个跟随习近平出访的那个女孩子拿这个大包说是习明泽，我觉得真是非常搞笑非常的没有任何的就是常识。第二个是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他的教育路径堪称是学霸级别的横跨了英国的哈罗公学、牛津、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然后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博士，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梦幻级的这个学习的路径。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他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 MBA， 这是一个顶尖的商学院。我想起以前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他也非常心仪这所学校。然后有看到栗战书的女儿栗浅心，虽然她的具体学历不详，但是她也长期活跃在香港的金融界。另外就是汪洋的女儿汪西莎，是北大本科、美国的塔夫茨大学的硕士。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会往北美的名校挤呢？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国际的人脉，获得全球视野，甚至为未来留一条后路，这些都可能是你看看，这是一种可以规避国内政治风险的一个备选项嘛。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们可以考量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想想看，拿到这些学校的文凭，就等于拿到了在全球，尤其是在西方世界通行的一张绿卡。所以毕业之后，他们的职业选择也就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政界看起来是越来越少了，像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这样从国企高管然后转任省长部长的路径，在第5代的后代里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公开担任显要职位的例子。政治这一条路对他们来说似乎越来越窄，也越来越危险了。国企的话依然是一些人的选择，比如说李小林长期在电力系统，李小鹏也曾执掌华能国企毕竟还是在体制内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跟平台，但是国企高管最终能够转入政坛高层的也是越来越少了。然后私营企业跟这个金融似乎成了主流的趋势，特别是集中在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然后我们看到比如说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然后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曾经执掌中信产业基金，担任过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然后栗战书的女儿栗浅欣在香港建银国际中信资本任职，而汪洋的女儿汪西莎曾经在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工作，她的丈夫张新亮其实也是一个红二代了后面会讲到，更是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而博呱呱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视频曾经看过他的 LinkedIn 的 profile， 然后他是在加拿大跟美国的投资公司工作。张高丽的养女张小燕通过婚姻嫁入了香港的这个豪门，是信义玻璃家族。军界历史上军界也曾经是太子党的一个重要的去向，比如说刘少奇的儿子刘元上将，但是现在似乎也很少看到了，公开信息只提到了张高丽的儿子有可能是在军队任职。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后代们的职业分布的话，你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金融，特别是跨国金融成了他们最扎堆的地方？除了职业之外，其实联姻也是维系精英网络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看到汪洋的女儿汪西莎，她嫁给了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的孙子张新亮，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红联姻，而且男方同样也是活跃在香港的金融界。张高丽的养女张小燕嫁给了香港富商李贤义的儿子李胜坡，这个是红与商的结合，也连接了内地的权力与香港的资本。王岐山自己他娶的是元老姚依林的女儿姚明山，那所有这些的婚姻都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政治、商业、内地、香港甚至海外的资源都连接了起来。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香港，你会发现香港在这些第5代后代的活动版图当中地位极其特殊，它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事业发展的大本营。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栗浅欣、汪西莎夫妇，他们配置资产是在香港，比如说栗浅欣他买豪宅，甚至还有像华金会这样专门为在港的内地精英的后代搭建人脉的组织。所以香港它就像是一个连接内地的关系跟国际资本的超级中转站，这里也是他们进行财富管理跟跨境流动的关键节点。而所有这些第5代精英后代，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选择、联姻的网络、公众形象都指向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跨国化，也更侧重于商业跟金融的生存模式。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的精英后代都涌入了商界，特别是金融、能源、房地产这些领域。为什么是这些行业呢？因为这些行业往往需要大资本投入，高度依赖政府的牌照跟监管，或者能够直接利用国家的资源，而这个恰恰是我们的这些二代们，这些红色贵族这一个群体，他们自带光环的优势所在。这个就是所谓的红色资本主义，它的运作是离不开几个关键的要素。第一个，首当其冲当然是关系，这是核心竞争力。家族背景跟政治人脉是能够拿到项目、获得贷款、搞定审批，甚至是摆平任何麻烦的一个硬通货。太子党的身份本身就是这个行业无形的通行证。第二个很明显是权力的寻租利用权力或者影响力直接或者间接的为自己或者家族谋取经济利益，这个往往是灰色地带，甚至可能会触及法律红线，也是最受诟病的地方。第三个是驾驭国企，在国企当中担任高管本身就掌握了巨大的资源，这既可以是晋升的跳板，也可能成为个人或者家族生意的平台。
那通常很多时候这个公司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然后第4个是资本的优势，因为他们的背景非常容易从国有银行拿到贷款，也更容易吸引到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比如说温云松的这个新天域资本就能够吸引到日本软银、新加坡淡马锡这样的国际巨头来投资。然后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旋转门，一些国际的大公司，比如说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就曾经被爆出专门设立一些特殊的项目，雇佣中国的太子党，目的就是希望利用他们的这个关系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获取业务的便利。这背后可能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利益输送跟合规的风险。那么通过所有这些运作，他们积累了多少财富，又流向了什么地方呢？通过一些公开信息和调查报告，比如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巴拿马文件、离岸解密等等，为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红色贵族他们累计的财富规模非常庞大，非常惊人，具体的情况这里就限于篇幅，我们不展开来讲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财富如何输送、如何转移，我们会看到有离岸的藏宝图，大量的调查显示，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子女、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张高丽的养女婿李胜坡、刘云山的儿子曾庆红的儿子在内的众多高层的亲属，都在利用像英属维京群岛然后巴拿马这样的离岸避税天堂，然后来设立空壳公司。那所有这些公司都像一个一个的马甲，用来持有境外的房产银行账户股票或者进行非常复杂的跨境交易，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富、规避监管、方便转移。然后他们的钱其实也在进行全球配置，不仅仅放在中国内地，然后有大量的资产会被转移或者直接配置到海外，比如说香港、澳大利亚、北美、瑞士等等。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因为他这个反腐的高压，可能会更加刺激了精英阶层将财富润出去避险的动机，所以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共生关系。中国的精英后代们带着他们的政治资源和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走向了世界，而国际资本也看中了他们背后的关系，愿意和他们合作，甚至提供便利，以便进入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而那些离岸金融中心和那些空壳公司就成了这个权钱游戏在全球范围内的关键的基础设施。然后这盘权力的生意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边界，变成了一张遍布全球的隐秘而复杂的网络。这张网络如何运作，又牵扯出多少惊人的今天的秘密和财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这张网络当中呢，其实美国跟加拿大扮演了一个尤其重要、尤其关键，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角色。说到北美，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那里是精英后代扎堆留学的后花园。没错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塔夫茨大学，所有这些美国的顶尖名校几乎都成了他们的标配。博呱呱更是在美国读完硕士博士之后去加拿大工作，所以北美对于他们来说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拿文凭镀金的地方。首先呢在北美留学本身就是建立当地联系的一个开始，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熟悉西方的环境，建立了初步的人脉。其次呢，就是工作与居住，有些人毕业以后就会选择留在北美，尤其是在金融跟商业的领域。我们看到博呱呱他在美国读完法律博士以后，先是在加拿大著名的鲍尔集团做商业分析师，其实这家公司和他们国家本身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呢，他又成了波士顿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合伙人，然后他的人生轨迹是非常完美的，向大家展示了从北美教育到北美就业，然后本地化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路径。温云松呢，虽然主要的生意是在国内和香港，但是他有美国 MBA 的学位，他的新天域资本还曾经跟美国知名的基金大佬汤姆斯泰尔的这个法拉隆资本一起做投资，也显示他和北美的资本圈有非常深的这个联系。汪西莎她自己是美国的硕士，丈夫呢张新亮毕业于美国的乔治城大学。虽然他们主要是在香港做这个对冲基金，但是他们的背景跟人脉其实一样，与北美有深度关联。第三个就是资产跟投资，虽然具体的信息很隐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北美是红色贵族他们
全球资产配置跟商业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比如说离岸跳板，它可以通过巴拿马这些地方的壳公司，资金可以非常隐秘的进入北美市场买房子呀，买股票啊，做生意房地产是非常典型的其中一项投资了。比如曾庆红的儿子在澳洲花了几千万美金买豪宅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然后中国资本涌入北美房地产市场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我相信精英的后代普遍都在北美拥有很多物业。然后呢，商业投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博呱呱更是直接参与了美家的投资公司温云松与美国基金合作，还有像汪西沙厉潜星，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国际投行有工作的经历。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在北美商业跟金融的领域有深度的参与。第4个就是与当地的一些人脉，他们在北美建立的网络是非常多层次的。一些商界的领袖，比如说和博家关系非常密切的加拿大德马雷家族他们和当地的一些金融精英，甚至可能通过校友网络、智库活动等等方式，与政学界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所有的这一切，对于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中美中加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来说，这些生活在海外拥有资产的精英后代，以及他们在国内的家族，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他们的资产生意甚至最坏的情况底下，人身自由都有可能会受到所在国家法律或者制裁的影响，有可能会成为向北京施压的筹码。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公司雇佣太子党大学招收这些太子党，会不会导致美国的商界、学界被渗透，甚至可能在对华政策上被绑架呢？那这种精英俘获的担忧其实一直也是存在的。第3个就是与权力核心有联系的这些人，他们在北美的活动，自然可能会让很多人会担心这个什么间谍技术盗窃或者利用商业活动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北美事实上已经远远不只是精英后代的留学目的地，它更像是他们跨国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他们连接国际资本、管理全球财富，甚至对冲国内风险的这个前哨站。所有这些红色贵族，他们这些红几代，他们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过客，更可能是在深度的扎根。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变化呢？首先规避政治风险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要保命保财要保家族，所以最好的做法是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第2点是因为被边缘化，因为如果你不是习家军的话，那政治上可能就不会有你的位置。第3点当然是经济利益的诱惑嘛尤其是商界能够利用关系发财的领域，来钱快也来得多。第4个是因为个人能力与偏好，因为很多后代一旦有了这个海归的背景，他们本身学的可能就是商科法律本身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市场化的环境，也习惯了，而不是回到国内按照按部就班的这种官僚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另外一点，第5点，可能是精英内部也存在默契，就是有一种政治高层的潜规则。目前在国内搞政治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还不如去搞钱，国家也可能会乐见其成第6点就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大家看到世界这么大，因为有些国家也开始衰落，如果有资源有钱的话，路子很多，不一定非要在国内去卷嘛，这国外可以发财的机会也很多。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第5代精英后代大规模转向商界，特别是跨国商界，其实更像是在习近平时代高压政治环境底下的一种策略性的适应。这个不是放弃了权力游戏，而是选了一个更好玩的地方，换了一个玩法。他们用商业上的成功来延续家族的影响力，同时还能够把财富跟身份国际化，对冲国内政治的风险。但这个变化的趋势也可能带来一个潜在对于中共来说影响非常深远的问题，就是政治精英的空心化。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太子党一直都是中共干部的重要储备来源。如果最有背景、最有资源，甚至有可能是最聪明的这一代人，他们普遍选择了远离政治一线，那么将来谁来接班呢？都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提拔，他的亲信嘛。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这个中国，让他们所谓的江山
落到了这些亲信的手里，而不是红色贵族手上，会不会让未来的领导层的来源变得更加单一，缺乏像他们丰富多彩的多元经验跟网络，降低了整个体制的韧性呢？这个和过去很多人想象的这个什么红三代、红四代甚至红五代顺利接班的图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或者无意的改变中共内部权力代际传承的这么一个传统模式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精英后代的这个转变，他们的这个转型跟出走的这个趋势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仅关乎到这些个体跟他们身后的家族的命运，更是牵动着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神经。如果把传统太子党排挤出权力的核心，虽然有可能短期会巩固了个人的权威，但是长期来看，会不会在共产党精英内部埋下了不满的种子，有可能会削弱党的凝聚力呢？而且传统的这个代际传承的机制一旦被打乱以后，未来权力的交接不确定性会大大的增加，那个人化、非制度化的色彩更浓，其实政治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而对于全球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而言的话，那这些游走在海内外的精英后代，他们的身份复杂，既能够促进交流，也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棋子影响渗透的这个载体。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海外资产商业活动都有可能成为将来比如说关系恶化以后法律制裁、法律追究的目标，引发这个外交的摩擦，而且围绕这些后代，围绕这些红色贵族的这个统战与反统战、渗透与反渗透，也会成为国际关系当中新的战场。所以展望未来，这个趋势会不会继续？很有可能，只要国内这种政治高压的态势持续，精英后代寻求海外发展跟财富避险的动力就不会消失。那他们的下一代呢？红四代、红五代甚至红六代呢？他们还会不会认同父辈的红色基因？你想想看，他们很多人如果在国外，甚至可能娶妻生子，甚至都有可能生的小孩中文都可能成问题的话，他们有可能对于这个父辈红色基因的认同会越来越弱化，甚至有可能会彻底的融入全球化，变成是商业精英。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与中国政治的联系会越来越淡。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商业，从国内到海外，我们尝试了勾勒一个习近平时代中共精英后代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图景跟命运的变迁。他们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也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种种挑战与不确定性。您觉得这些精英后代的跨国化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非常期待您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觉得这一期节目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忘了点赞并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内容。非常感谢您今天观看这个视频，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